这次你看大 S 去世以后呢，就是那个汪小菲也飞到台湾哈，大家也看到他感觉心情很沉重，然后在雨地里边行走啊，然后可能也还写了这个千字长文去悼念啊，也很多悔恨之意吧，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呢，当时你看为了离婚官司哈，他们也是锱铢必较，然后我觉得对大 S 的伤害特别重。以前也是相亲相爱的两个人，其实即使离婚了，为什么不好聚好散呢？大家一定要以伤害对方那个来结束这个事情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值得。而且我就看大 S 她说过一句话，她是看见汪小菲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他会是我先生，其实他是闪婚嘛，一见钟情的，对，我们就是不方便去讨论他们的来龙去脉哈，但是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为什么要到人走了之后你才去伤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说实在，很多事情追悔莫及了。对，我刚刚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生哈，他跟我在聊，也是事业上很红火，就是很光鲜的那种职业，各个城市之间跑来跑去，然后就是前一阵刚就是出了一点的小意外也是，但是没有大问题哈。然后但是这个意外呢，就促使他会停下来想一想，哎，我整天东奔西波到底是为什么？对，然后生命的意义在是什么？对，其实那如果这件事能让他反思，这个小意外就是一件好事，就是他会停下来想一想，我真的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那我每天奔忙，其实忽略家庭，值不值得？所以它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。从这个事件上来说呢，给大家就是开始反省自己啊，然后珍视生命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。大家一定要从中呢，就是感悟到一些东西。对，要对自己做出一些改变。对，所以就是无论我在任何情况下去说话哈，我今天也是想说一下这个。网暴的问题哈，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，就是很多对他负面的评论，因为打离婚官司，无论别人是在经历什么，它是一个负面的事件，当事人不会开心的。他为什么吵架？为什么打架？他们不开心。我们作为群众，你不了解真相，那你就是要给自己积口德，因为我们讲的，我们看不见的，一个是念头，一个是语言，但其实它都是真实起作用的。或者大量的很多年轻一代躺平，不愿意上班，就或者是上一代特别压力特别大，然后也是其实潜意识里他不想去上班，他不想承担这些压力，但是又碍于我要把这个家扛起来，我要去工作什么的，所以被逼无奈去工作。对，很多负面的集体潜意识，它会造成一系列负面的事件，甚至是一些大的自然灾害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古人也说，不知死焉知生。其实死亡。我们从开始就知道，对，我们知道的没有一个人不死的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你的潜意识里边，你有没有去吸引那个死亡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对生命厌倦？其实有时候自己是不知道的，自己是强撑着，可能有的人已经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一个人，但是在强撑着，他没有遵照自己的本性。比如说小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艺术家，然后但是呢，就是现实或者父母让我选了我要做一个数学家，我就一直在这条路上不开心。所以就每个人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，然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做。对，就是你对生命有没有热情，你的生命力是不是旺盛？我觉得是决定了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。那有的人他比如说潜意识里觉得活着这么痛苦，我就不愿意活了。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了，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疾病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每个人要找到自己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。对，你不管说，假如说我去学习一些冥想，我去健身房，我去跑步去，或者我去做瑜伽，我去做 hiking 啊，各方面的这些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。对。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呢，我觉得大家身边呢必须有几个正能量的朋友。对。最后你有什么事说出来，大家一起呢帮你就是开导一下，解决一下，你可能一下子就释然了。
对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就一个人天天闷在家里边，然后越想越痛苦，越想越痛苦，然后觉得真是生命没有意思。对对对，这个能量是共振的嘛。对。然后我之前很有意思，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本身是癌症，然后他玩的好的几个朋友，就其中有3个都是癌症。我说那你一定要反思，你们每天在讨论些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无论是带学生还是在平时跟人交谈的时候，我就秉承一个原则：你是在传递爱，还是在传播恐惧？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这个正能量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因为大环境比如说比较动荡的时候，大家心里不安，他会寻找一些心理的安慰。就是有很多种的方法。我们说，如果挽救一个生命，其实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。但是关键是你自己。对，还是得从自身去找原因。对，就是外力呢，它虽然说能起到一点帮助作用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的力量。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哈，可能我们这一代人，或者就是像你们70后，可能也是受到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教育。很多人就说来评价一个人就是生活是否成功的话，很多标准就是说看你有没有钱，对，有多少财富，事业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，有多少资产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事件哈，让大家现在开始反省了：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名利有那么重要吗？如果你真的就像这一个流感都可以夺去生命的话，你那么多的钱财什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对。